信自己。现代男女总得要学会坚强独立，日子过得平静，不代表没有惊喜。早已习惯什么都靠自己，努力去争取，坚持到底。快乐的方式我愿意都遵守给你，无所谓合不合逻辑。哇哦，有时候虽然我也会闹一闹情绪，不过只是无聊而已。哇哦，快乐的心情我愿意都传达给你，只要能天天在一起。闹别扭也是生活上的一种情趣，偶尔受点委屈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，他失业，但是我只是想关心他，他竟然发我脾气了。大姑妈，你都知道可可心情不好，那你就不要跟她计较啊。我哪里有跟他计较？我只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回来吃饭，他就嫌我烦了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，我的心情也不好啊，我也失业啊，我一个人整天待在家里面做家务，我也很辛苦啊。我身体不舒服啊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一句关心的话。大姐呀，儿女长大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既然你觉得做家务做得那么辛苦的话，你就叫可怜回来帮你喽。连你也笑我？我怎么敢啊？不敢！你明知道可怜是我赶走的，你现在叫他回来帮我。如果让可怜、可丽跟蓝 K 知道我跟可可吵架，一定会把他们笑死啊！大姑妈，大表姐这么孝顺，她不会的。孝顺，他如果孝顺我，他就不会跟那个蓝 K 在一起。现在啊，一个最开心的应该是可丽。怎么会呢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什么一家人？他们一个两个当我是仇人呐！喂，我跟可可吵架的事啊，你不要告诉他们啊，要不然连亲戚都没得做啊。还有啊，等一下你那个多嘴老婆啊，买菜回来，你不要告诉他啊。如果让他知道，那等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。大表姐，你以前还说一辈子做糕点，你看现在做减肥，不是也很好吗？我就当做是在做糕点、搓面粉咯，在顾客的身上涂按摩油，就好像在糕点上涂牛油一样嘛。来，大姐，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大姑妈来找我爸，说被可可骂了哦。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最疼可可的吗？整天骂我们两个不孝顺，怎么？现在连他小女儿也受不了他了。听说是可可失业了，心情不好，大姑妈关心她，她不领情，还嫌大姑妈懒惰。妈妈一定很伤心了。她越说越伤心，还哭得很凄凉，说什么她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可可也不理会她。我回去看她。哎，大姐，你千万不要回去啊！为什么？妈现在身体不好。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，他那种人呢，你要让他吃点苦头，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好啊？哈！千万要记住，不要回去，肥妈是不会领你的情的，哈。我还没有吃药吗？今天啊，医生是说吃饭前睡药的。是不是可可啊？忘记带锁匙啦。妈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听想想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你回来看我死了没有？哈？你整天吃外面的东西，没有营养的。我特地煮了老黄瓜猪脚汤给你喝。谢了。明知道我胆固醇过高，你就特地煮这个油腻的汤给我喝，你想我爆血管啊？你现在都很喜欢喝的。我喜欢，
我喜欢你就煮给我喝。你如果孝顺的，你应该阻止我，而不是每天都炖给我喝。我胆固醇过高都是因为你。妈，你怕胆固醇过高，就不要吃这么油腻的鸡饭。喂，你一回来就这样不能吃，那样不能吃，这个是我的家。这个饭呢，我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。妈，你咳得这么厉害，一定是上火了。明天我煮点腐竹糖水，让你清热滋润。糖水？我几十岁人，你叫我喝糖水？你要我中糖尿病啊？你要我早点死啊？好让你跟蓝天在一起？我就偏不死。我看你跟蓝天可以怎么样？走啊！我说过不准你踏进这家门半步的，走。妈，你走不走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啊，要我死？啊，炖猪脚汤给我喝，我就偏不喝。这才是好料。这猪脚汤很好喝的，还有没有啊？下午拿那些给妈，现在厨房还有一些是留给学亮跟2个孩子的。2个孩子上晚间补习留给他们，其他人不用留。蓝丁你要喝，尽管拿去喝。好。哦，不用了，还是留给学良好。你下午去见过肥婆，肥婆有说什么吗？没有说什么。哼，根本就是多问了。我早就叫他不要去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肥妈这个人，黑的白的都是她一个人说完。学我妈，少见她就不用生气吗？哎，行，吃饭了，有猪脚汤嘞。我去拿给你喝，坐下一起吃吧。不用了。你看他什么态度？一回来就给我脸色看，看到我吃不下东西啊？哎呀，你的脚受伤了。小声点。我去拿蓝药水给你擦擦。学亮，你脚这么。受伤了，让我看看来。没事的，主播不小心给铁片给割伤了，没事的。还不是自找的，好好的经理不做，做什么工地的装修？你呀，明天去给医生看一下。我看你不适合做出工了，你不做账了吗？哎，我有个朋友刚好要找做账的嘞，你要不要我帮你联络一下？不用了，我答应我的朋友做完这个装修工程，如果现在不做的话，他临时找不到人的。再说，我暂时还不想换工作。不用再劝他了，有福不会享，做一点出工就受伤，还在那边死撑，赚的钱都不够看医生呢。你受够了没有？你干嘛那么大声跟我讲话？我也是为你好才提醒你啊！现在赚钱了，了不起了是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房子你供，孩子的学费你交，不是我看扁你啊！你那份薪水连水电费都付不了，不要说养活我们一家大小。你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是啊，哎呀，一人少说一句啦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机会开口说话。你那么大声讲话干什么？那么凶干什么？想打人呐？你打我啊！你这就不可理喻。你先把话说清楚，什么不可理喻啊？现在赚大钱耍性格，求求不要回来。算了。算了，夫妻吵吵就算了。不要闹他，他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要不然说我不可理喻。表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偷武器。不要追他，不要追他。他虽然吹脱口气，你没有听见啊？这表示这个家没有给他温暖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众人不用留住他。
表哥，都这么迟了，要下雨了，学长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事了？我还是出去找找看。不要了，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子出去很危险的。反正我也睡不着，我想她应该在这里附近，我去劝她回来。你先去睡吧，我找到她很快就回来了。佩欣，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怎么，你也睡不着啊？不是，人家不回来就算了，我是出来拿水喝的。对了，大姐，待会那个人回来，你跟他说我在杰伦的房间放了一瓶云南白药，铁片割伤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破伤风，还不需要害我跑几趟医院。还有啊，你跟他说，我放了1碗汤放在微波炉里，要是他回来肚子饿，叫他自己弄热喝。什么事还不需要我操心？哎呀，忙死了。表哥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很晚了，快回去吧。我坐一会儿我就回去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怎么还在这？我都说我一定会回去的，我只不过想多坐一会儿罢了。你走吧。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心着凉了。谢谢。有什么好谢的？我一身汗臭味的，谢可怜连衣服都要分开来洗。可以说的没有错，我真的没有用，连被老婆骂没出息。我也只有能在公园里面喝闷酒，我什么事都做不好，我真的没有用。别慌了，你不要看不起自己好吗？一个大男人，在老婆眼里一文不值。你叫我怎么看得起我自己？是，我是靠老婆养家。这些年了，我连水电费我都没有付过，我连家我都照顾不好。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我不配做人家的丈夫。我不配做人家的丈夫，我不配做人家的爸爸，我不配做人家的爸爸。不是的，你怎么会没有用呢？表哥，在我心里你是最了不起的，我一直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小时候，爸妈早死。
是你照顾我，其他孩子欺负我时，是你帮我出头。有一次，我被其他的孩子推进河里，是你把400的我救上来的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伟大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尝试接受其他人，可是没有人比得上你。明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，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心疼。表哥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。解释的，可丽，听我说，可丽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现在是我亲眼看见，难道是我冤枉你们吗？哈，你们两个对得起我吗？你这没有良心的男人，没有良心的男人！可丽，听我说。我好心收留你，你这样讲对我？哈，你干什么？我想打他，你心痛是吗？你心痛？好。可丽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佩西，没事吧？佩西，没事吧？只有给学亮一个解释的机会吗？还有什么好解释？他如果真的想要解释，现在就回来。他现在没回来，就是跟那狐狸精去开房。学亮他不会这样的，可能是担心你骂他，所以不敢回来。大姐，你还是回来干什么？我就是听你的话去关心他，我就是担心他才冒着雨去找他，结果呢，让我当场捉奸呢。你看，他还为了那个狐狸就把我推倒在地上。我现在知道最委屈的是我自己啊。给学亮一个机会啦！我不会给他机会。给他机会就是让我自己残忍，我不会那么傻的。我现在才感受得到为什么当年肥麦知道老爸对他不忠就把他赶走，这种贱男人我不会原谅他的。看什么？去刷牙上学了，看。要等弟弟回来带我们去学校。弟弟不会回来了，他不要我们，他跟贱女人走了。哎呀，不要跟孩子讲这种话。为什么不能讲？现在是他做错事，他敢做，为什么我不敢在孩子面前讲？大姨，弟弟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爹地跟妈咪就像平时这样吵架，没事的。你们乖乖去刷牙洗脸，爹地快回来了，好。要是他们赶回来，我就用比肥妈更大更粗的木棍把他们赶走。狗男女！妈咪，不要赶弟弟走。现在爹地不要我们，妈咪要跟爹地离婚，以后你只有妈咪没有爹地。大姨叫弟弟妈咪不要离婚。好了，不要哭了啊。OK。姐姨，你现在什么态度啊？
上，还是无辜的。哎呀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妈啊？我以为你们当我死了，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。又有什么事？我刚开门做生意，我不想跟人家吵架。我才没有那么有空跟你吵架。要不是杰伦打电话告诉我说爸爸妈妈要离婚，我还不知道你跟学良吵得要离婚了。我自己的事我会处理，不用你管。你以为我喜欢管你啊？要不是我疼我的孙子，要不是杰伦在电话里面哭哭啼啼，哭得那么伤心，就算你用刀砍死你老公啊，我都没有兴趣知道。我知道，你本来就是反对我跟学良结婚的吗？当年你还咒我们说我们年轻结婚，看使我们不会长长久久。现在给你说中啊，你开心了，你满意了？你没有搞错，这样跟你妈妈讲话，天打雷劈的时候劈死你呀！我如果那么黑心肝，我会来这边劝你吗？你劝我？现在是他先对不起我，你还帮他说话，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你生的？我才要怀疑你是不是我的女儿，哪里有亲生女儿？一见到妈妈就骂。好，离婚不是你跟学良两个人的事，你们有孩子的，你会不会想啊？人头出脑。我人头出脑，你才人头出脑啊！你劝什么？劝我们不要离婚呐？啊？当年你还不是跟老伴离婚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三姐妹的感受？那怎么投呢？啊？以前你老爸去叫鸡，我才赶他走，现在学良只是抱一抱那个女人而已吗？你说的到其中，抱抱女人而已。当年老爸叫鸡也只是听说而已，你就把他赶出门了。现在是我亲眼看见，我是有证有据的。好，你不为孩子想想，你也为你自己想想。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你以为容易过吗？啊，我是过来人，我受过这个苦啊。我怕什么啊？我可以靠我自己，我不用靠那些臭男人。哈，你厉害，你厉害的会飞天呐！你不想想，你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脾气又那么臭，就算是再有男人喜欢你啊，看着你都跑掉了。可丽，不要再跟学良闹了。你呀，我还没骂你啊！你住在他的家，不是死在他的家。妹妹家里面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你就不打电话给我？我怕你生气吗？你怕我生气啊？你胆子那么大，你还怕我生气？够了，不要把脾气发泄在大姐身上。我这里是开门做生意，如果你不是来光顾的话，请你走开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，妈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要生气了。妈，放开我！好，你们一个两个想气死我。好，你要离婚，你就去离婚；你要嫁人，你就去嫁人。我不要再见到你们了。妈，你现在被裁退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是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你在拿到这笔赔偿之后，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方向？我接受你们的意见，去参加再培训课程。希望这样能够尽快的再找到一份新工作。其实呢，上课主要是加强自己的竞争力。是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帮你留一些工作的机会。啊。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接受新工作在新的环境、新的运作以及薪水上的差异。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联络。谢谢，拜拜见。我也被裁员了，所以来接受辅导。你呀，已经辅导过了，不过不是在办公室。怎么样？你的辅导蛮有效的。我已经接受那份工作。是吗？过几天呢就到中国去，连签证都办好了。哼。我还有什么需要你继续辅导的呢？好吧。这中国人呢，虽然跟我们一样都是黄种人，虽然跟我们一样都是说华语，但是他们的沟通方式呢，跟我们不一样。
而且中国人呢比较重感情，所以你跟他们的交往呢，心胸要放宽一点，看得要远一点，态度要诚恳。他们的学历跟才智不比我们低的哦。而且中国的气候变化比较大，你这次去在那边要待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知道吗？妈，我打了一整天电话找你，为什么老是打不通啊？刚换了新的吗？旧的当然打不通，找我有事。找你是想问你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？你回来我就煮汤给你喝。我以为你又故意不听我的电话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了？一回来就脸黑黑的。你二姐呀要离婚呐。二姐夫忍无可忍了吗？不只是她忍无可忍，连我都被你那个二姐气到爆血管啊！还有更气啊！刚才我去看医生，那边很多人排队，那我就跟护士说，我先看啊，他说不可以。那我买药，他也说不可以，他说一定要先看了医生才可以拿药。你说气不气？喂，帮我写封信去投诉他们。哎呀，肥妈，这种小事就不要投诉了嘛。还有啊，大姐二姐的事情你就别管了，你就是整天发脾气，才会老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。不是，哎。你拿护照出来干什么？我要到上海工作了。上海？很远的，不要去。为什么？瑞生好不容易才帮我找到这份工作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上海我是去定了。我说不准去就不准去嘛！你是不是要学你大姐？有了男人就不要妈啦。瑞生那个陈世美，她欺骗过你的，你那么容易就原谅她？你听她的话，不听我的话啦？我不跟瑞生在一起，你吵。我跟他和好了，你又吵；我没有工作，你吵；我先找到工作，你又吵。你这样整天吵，这个家我怎么待下去啊？我吵也是为了你啊！你脾气不好，华文不好，你跟人相处更不好。你去到上海那么远，有人欺负你怎么办啊？还有啊，你这个小姐脾气，你去没有2天就跑回来了。我答应过瑞生，我这些都会改的。改，开口瑞生，闭口瑞生。啊！人家甩了你呀，你还那么厚脸皮捏回去？上海这份工明知道不适合你，你就为了这个臭男人死都要去？你就看出我做不好是吗？好，我证明给你看，我做不好，我就永远不回来。啊！走了，一个两个的走了，走了以后不要回来。走了就不要回来。一个是这样，2个都是这样。今天怎么那么喘呢？今天还没吃药。没有了，新买的在外面。可可，可可，走了，真的走了。你有没有搞错？妈这么疼你，你就走？你忍心啊？你走掉，妈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
经在楼下啦。知道468的对面那个咖啡店吗？啊，不会麻烦。如果你喜欢，就算要我去竹笼都可以。OK， 马上来啊。OK。他怎么会躺在这里？看他样子好像是中风吧。应该是一个老人就出门了，你不叫一直陪。对，有没有人通知他家人？不知道哎，怎么样？对，有没有人通知他家人？哎呦，肥婆珍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他怎么了啊？哎呀，你不要吓我！叫了救伤车了没有？啊，不知道。我有没有搞错？哎，肥婆珍，说话为什么不说话？来谁？快点！不会有事的，肥婆。肥婆来！哇，你看这大象这么重哎！谢谢大哥，来。哇，还好遇见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大哥，不客气。不是，快！肥婆，不会有事啊？没事的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到了，医生就在那边啊，放心。大概请问多少钱？不要紧，救人要紧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医生说肥婆本来就有高血压，不懂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才会爆血管？她现在中风的情况很严重嘞。一定是我跟你在一起，有时常煮些油的东西给他吃，他才会这样子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整天跟他吵闹的。刚才他离开我的店的时候还喊头痛，我都没有去关心他，是我不好。哎呀，谁都不想了嘛。不过还好，肥婆晕的时候我刚巧在楼下，可以马上把她送进医院。这医生说如果再迟一点会更严重嘞。可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啊？有没有办法联络上他？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，打他的手机电话线好像取消了，应该是换了电话号码。好了，亏妈那么疼他，现在妈出事，他人影都不见了。哎呀，我们少回去，他都不懂得照顾妈。哎呀，还是要想办法把她找来的嘛。肥婆最疼就是你小妹，她不在这边，肥婆会很伤心的。我回家去找。爆血管的不是我们呢，是他的心肝宝贝。唉，亏妈那么疼他，他竟然把妈气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好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留在他身边。妈已经够惨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一提起可可，妈就很伤心。她一定是很想可可，可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哎呀，妈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可可找回来的哈。大表姐，哎，舅母。啊。哎，舅，妈现在不能够吃东西，以后不要买东西来了。我也这么说，你就是不听。哎呀，大姐，都叫你看开咯，你又是不听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也真的，你呀，为了要和蓝英听在一起，就不听老妈的话，你就闹离婚。可可就走到无影无踪，连个电话也没留下。哎呀，你说这些说什么？只会让大姐担心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姐出院，看我们怎么样照顾她。对啊，大姑妈几时可以出院？明天。啊？哎，爆血管是很严重的嘞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让她出院？医生说中风住院只是疗养，最重要是做物理治疗。我跟梁安 King 都学会了，所以想接妈回去。
是啊，妈，现在住院很贵的。医院再贵，总有医生和护士在呀。哎呀，有些钱呢，就算是再贵也得花。哎，年轻人花在自己身上，多贵的名牌都舍得，对老人家就1分钱都在计算。大姐就可怜了，有些钱怎么能省呢？喂。 你以为住医院是住酒店？你觉得住医院舒服，你搬进来住住看呢？哈！对，早一点出院是好，怎么说都是家里好。况且啊，住医院几天呀，要几千块呀，账单开出来啊，吓死人的。咦，学良呢？怎么没来？再怎么说，学良也是女婿，出了事也没来看。 就算他外面有女人，不回家，搞到要离婚，终究是亲戚场。到底有没有通知他来看丈母娘？妈，就不要再说了。你姑妈现在出不了声，我是为她说出心里的话。你们2个也真的不孝，肥妈再怎么不是，你们也不应该气她。尤其是你，可丽，学良有外遇，你应该怪的是你自己。 整天欺负老公，像什么话？你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反省一下。反省什么？我就是喜欢欺负我老公，怎么样？哈？如果欺负老公要反省的话，那你整天对舅舅呼呼哈哈，你是不是要闭嘴吃瓜？嗨，哎呦！我们今天来看大姐的，不是来吵架的，少说几句啦。表哥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上车行了。没关系啊。 我再等多一会儿。有没有给表嫂打电话？别让一个家就这样破裂。这不只是你们2个人痛苦，痛苦的还有孩子啊。 对不起。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。这次的事，表嫂有这么大的反应，证明了她还是在乎你的。她说离婚，也只是嘴里说说。你们2个就不要再斗气了。 这几天，你寄住在朋友家里，老是偷偷打电话回家，找杰莹和杰伦。你根本就是放不下表嫂他们，那你何必欺骗自己呢？记住我的话。 上小心啊！贪吃鬼，薯条、汉堡都快给你吃完了。吃这么多东西，晚餐怎么吃得下？吃得下的。不要再吃了，晚餐吃不下，妈咪一定会怀疑的。 外婆身体还好吗？外婆已经出院了，妈咪、大爷和来听叔叔都在轮流照顾她。佩欣阿姨呢？她回去加拿大照顾爷爷奶奶了。那你几时回来？哦，姐，你年纪比弟弟大，应该懂事点。爸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帮妈咪照顾弟弟，知道吗？弟弟，不要管妈咪了啦，快点回来。 最多不要踩他喽。等妈气消了，爸答应你，一定回去啊。妈咪。哎，对了，大姨今天要去照顾外婆，妈咪很忙，里头还有顾客，没有时间煮东西给你们吃。你待会儿打包晚餐给弟弟吃，晚上你们还要补习啊。妈咪，我不饿。啊？他没有，他是说他早餐吃的太饱了。
我是说晚餐，不是说早餐。他吃零食太多了，我带他去买。等一下，杰伦，你跟妈咪说你刚才吃什么？没有。你干嘛一直拉住他？你跟妈咪说谁？谁买的？弟弟跟同学借的啦。借？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在撒谎啊！你不说什么？不是我打你的。啊，是姐姐带我去吃汉堡包、炸鸡腿还有炸薯条。汉堡包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的零用钱来的啦。1份套餐10多块哈，我给你的零用钱才10块，你自己花都不够，还请弟弟吃东西啊？你哪有那么大方啊？自己撒谎就好，还叫你弟弟撒谎？你看你还敢不敢撒谎？看你还敢不敢撒谎？你这么大了还撒谎？为什么这么坏？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这么大还撒谎啊？谁给你的？谁给你的？说。妈咪，不要打姐姐，是爹地带我们去吃汉堡包的。谁叫你带弟弟去见爹地的？以后不准去。为什么不让我们见爹地？他已经不配做你们的爹地，他已经不要我们了，他在那个贱女人跑掉了。是你不让爹地回家，是你赶爹地走了。裴心爱已经回济南大了，你还不让爹地回家？我要见爹地，弟弟也要见爹地。不准在我面前提那个贱女人！妈妈就是不准许你去见爹地。说，以后不准去见爹地，说不说？你不说打你！你看，你爹地就是为了那个贱女人把妈咪推倒的，现在还害妈咪不能够做生意，你们还帮他说话！我警告你们了，你们谁去见他，我就打谁！就回来呀？手痛啊，就早点关门了。手痛啊？我现在药房有卖种药油，很好用的，你现在下去买，要不然关门就买不到了。干嘛催我下去楼下买药油？我先去看肥妈。你来干什么？不要这样啦，徐良是来看妈的，你们好好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干嘛不陪那个贱女人回济南丹啊？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要再见这个男人，你还让他来？佩欣都回联邦了，算啦。算？哼，他休想啊！我那么容易算，没那么容易。可丽，夫妻一场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原谅学良啊。好，你现在住哪里？我现在住在我做装修朋友的家。干嘛住朋友的家？搬回来。好，把地址留下。过几天我会叫我的律师把我们的离婚协议书寄给你。可丽，还有，我跟你说哈，我警告你，孩子归我，你以后不要再见他们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你知道孩子是你的，那你为什么这样打他呢？杰伦打电话给我，哭着说你打杰英打到手都痛了。是我把你推倒，是我不对，你也不要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嘛。心痛咩？真的那么爱孩子咩？真的那么爱那个家咩？那你就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。你还好意思站在这里？你滚了！我跟你说，你滚你滚了！有你啊你！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夫妻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们的家事不用你管。